第1104章击溃。金色火焰宛如液体般在薰儿玉指间徐徐流转，而在其流动间，周围的空间也是随着其流动的痕迹出现了一条条蜿蜒的漆黑空间痕迹。萧炎的目光紧紧地盯着那金色火焰，眼中的震惊之色难以掩饰。异火，他并非是没有见过，但薰儿手中的这金色火焰却是令得他首次感到一种心悸般的感觉。甚至在这金色火焰出现的那一刻，其体内的琉璃莲心火居然都是发出了细微的颤抖之音。这种状况是萧炎这些年首次所见。对于琉璃莲心火所发出的那颤抖之音，萧炎能够明白这之中的意味，那是一种极为忌惮的感觉。而能够让得琉璃莲心火这般忌惮，显然薰儿手中的那金色火焰绝对不是寻常一火。毕竟琉璃莲心火乃是青莲地心火与陨落心炎融合的产物，虽说并未上异火榜，但若是排名的话，应该也是能够进入前10。而连这等存在的异火，在薰儿那金色火焰下都是会表现得如此忌惮，那这东西将会是何等的恐怖。异火榜上排名前10的异火，颜色偏向金色的只有2种，一种是排名第7的九幽金族火，一种是排名第4的金地焚天炎。不知道薰儿的这种火焰是否便是属于这2种之一。萧炎在心中沉吟道，当然他也不能完全的确定，异火榜的确是比较权威，但这天地间拥有着无数奇物，而真正的异火，很多人都相信并不止异火榜上所记载这些，所以也不能完全的肯定薰儿所使用的那金色火焰便是这2种异火之一。金色火焰在薰儿指尖如精灵般的流转，其眼波轻移，望着四周那些魂殿以及冰河谷的强者，清雅动人的脸颊上却是露出一抹淡淡笑容。动手！甘大等人在那金色火焰一出现时，心头便是泛起了一些不安，但此时此刻哪有退后的道理，当下一声怒喝，将近10几人几乎同时催动体内斗气，然后化为一道道声势骇人的斗气劈链，铺天盖地地对着萧炎2人轰砸而去。那般场面当真是显得有些磅礴大气。巨大的斗气劈链撕裂空间，瞬间变质。薰儿玉手轻抬，小嘴对着手中的金色火焰轻轻一吹，噗！金色火焰在薰儿这一吹之下骤然迎风暴涨，化为一团金色火焰罩，将萧炎与他罩入其中。吃！众多的斗气劈链狠狠地轰击在金色火焰罩上，虽然令得其表面泛起阵阵涟漪，但却始终未曾将火焰罩给击溃。由此可见，这东西那可怕的防御力。望见众人联手居然被薰儿如此轻易地抵御而下，那甘大等人也是略微有些变色。然而还不待他们再度发动攻击，前者却是缓缓抬头，那对秋水眼瞳之内金色火焰闪掠而现。去！玉指轻点虚空，薰儿轻声道。而随着他的轻声落下，周身的金色火焰罩顿时爆裂而开，化为10几道火焰光束，嗤的一声便是直接洞穿空间，一闪间便是出现在甘大等人面前。后者惊骇间急忙匆忙凝聚斗气防御。吃！金色的火焰光束悄无声息地击中在甘大等人面前那磅礴的斗气防御罩之上。然而还不待甘大一行人松一口气，一道细微的扑哧声响便是悄然响起，旋即胸口处一阵剧烈的灼痛猛地传出。一行人有些艰难地缓缓低头，却是见到胸口处一个半指宽大的血洞，不知何时已经现了出来。在那血洞周围没有半点的鲜血迹象，那块肉以及鲜血似乎就是在一刹那间完全的消融不见了般。甘大等人嘴巴张了张，目光再度转向面前的斗气防御墙，旋即目光凝固在了那之上的一个孔洞上。他们辛苦所凝聚而出的斗气防御，在那火焰光束之下居然如同薄纸般毫无抵御之力。这是什么火焰？几名魂殿与冰河谷的强者体内生机迅速消逝，身体摇摇晃晃间，然后便是在下方无数道呆滞的目光中一头栽落而下。那金色的火焰光束准头似乎并非太过精准，因此也导致并非所有的人都被洞穿了心脏。一些侥幸躲过一劫的，例如甘大等人，根本不待薰儿说话，便是一脸恐惧的急忙后退。到的现在他们方才明白，这个看上去年纪轻轻的青衣女孩
比起他身旁的那男子还要更加可怕。仅仅是一回合，一干魂殿以及冰河谷的强者便是死的死，伤的伤。这般一幕，直看得无数人心头泛寒气。这女孩又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妖怪？怎么恐怖到了这般境地？随手击溃甘大等人，虚儿小嘴微张，便是将那恐怖的金色火焰吞入体内。偏过头望着萧炎那张惊愕脸庞，不由得抿嘴轻笑了一声。哎，你似乎一直走在我前面。见到虚儿望过来，萧炎苦笑了一声，道：原本他以为自己的成就已经很是不错了，但如今见到他这般手段，方才知道果然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啊。萧炎哥哥可不能这么说，虚儿靠的是仙辈以及血脉，而你却是依靠着自己的能力走到这般地步，真要比起来，10个虚儿怕都是比不上。虚儿轻笑道。听得虚儿这安慰话，萧炎心中方才好受了一点。这种事他也只能无奈感叹，没办法，谁让人生的好，这寒气大阵也得破了。见到萧炎脸庞上的惊愕色逐渐消散，虚儿这才转过头，望着那弥漫着天地的寒气，屈指一弹，一缕金光自其指间闪掠而出，然后消失不见。随着那缕金光闪现后不久，这片天地的能量突然剧烈地波动了起来。片刻后，一道道磅礴的斗气光柱突然间从寒气屏障之外暴掠而进，生生地将这寒气屏障撕裂得千疮百孔，无数寒气泄溢而出。在这些寒气泄溢间，这片天地的温度也是逐渐地恢复正常，那弥漫的寒雾也是悄然散去。在寒雾消散间，突然一道道破风声响彻，旋即众多黑影极为整齐地闪现在了虚儿面前，对其躬身行礼。对于这些出现的黑影，虚儿微微点头，玉手一挥，他们则又是化为道道黑影闪掠而开，分布在城市四周，警惕着任何突发状况。萧炎的目光伴随着那些黑影的消失，方才转回，深吸了一口气，满心的震撼。这便是古族的力量吗？果然恐怖。萧炎心中的震撼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方才被远处天空突然响起的能量炸响声打断。目光顺着望去，只见得你青海与天双子二人已经在那位黑衣老者手中逐渐不支了起来，以1敌2，反而是占据上风。由此可见这黑衣老者的可怕实力。看来虚儿的告诫不是没有道理，从这些人对他的态度来看，他在古族应该拥有着极高的地位。我若是要将他留在身边，若是没有令这古族重视的实力，恐怕只能说是痴人说梦。萧炎拳头缓缓紧握，而至于那令古族都是必须重视的实力，光凭如今这斗宗实力，明显还远远不够。现在萧炎的实力，光是对付斗宗巅峰的强者，便是得倾尽全力，所以他必须尽快的提升实力。而实力的提升，对于萧炎来说，便是必须尽快得到新的一火。距离丹会开始也只有不到1年时间了，而且据说在丹会开始之前，还会有着一些复杂的选播，因此这时间又是得提前不少。萧炎轻吐了一口气，为了尽快的提升自己的实力，丹塔的那3000焰炎火，他是志在必得。心中下定了决心，萧炎也是再度抬头，目光望向那白发老者与冰河的战场。此刻的两人也是战得如火如荼，那虚无的空间在两人交手中不断地裂出道道漆黑缝隙，可怕的能量波动令得无数人心惊胆战。砰！天空上2道身影又是闪电碰撞，爆发出惊天声响，而那白发老者却是一声畅快大笑，干枯的手掌上猛地迸射出璀璨的绿色金芒，一道道玄奥的手印变幻而出。嘿嘿，接老夫一记烟天印试试。听得白发老者这番大笑，萧炎眉间猛地一跳。烟天印，地印诀第4印。冰河也同样是因为白发老者的喝声愣了愣。烟天印，这名字似乎是有些耳熟。烟天印，地印诀，心中念头飞速闪烁。半晌后，冰河身体猛然一顿，眼中终于是露出一抹骇然之色，目光骤然转向远处的那道青色倩影。他居然是古族之人。